一个人的对话，我的姑娘，我受不了一个人的对话。你轻轻的来，正如你轻轻的走，你挥一挥衣袖，闻见了外国的味道。你喷的是他送你的迪奥，可以暂不在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你学会坐飞机去到了机场。催化，面对我不敢回答，跪下问你为啥，我受不了一个人的对话。我的姑娘，在哪儿？我受不了一个人的对话。这么快拿驾照了，都拿了好久了。等那个男朋友下班。男朋友还没下班，等男朋友下班。是你是你心头的深深的是你，会成了我的深深游戏，为我下一种情风暗雨，明了你的会针对自己讲是你是你注销的是用计算你，我披风上的花心过去，让我变成会飞行的鱼。你那里现在温度多少？看一下，29度，29度，因为今天深圳在下雨。呀，你40多度，40多度是在哪里？重庆还是新疆？
么有钱，男朋友还用上班啊？可能对你来讲的话是有钱，对别人来讲的话，或者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只是比较一般人。再有呢，男朋友上不上班，这取决于他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我们试着把太阳放在手掌，我们彼此笑着岁月的无常，也坚定地做着彼此的那束光，记录的曾跨越。男朋友多大？男朋友23岁。做你的船桨是我的翅膀，我们记得对方青涩的模样，满是骄傲的脸庞，是光融不掉的冰花墙。是你是你是脑筋真正都是你，我唱了我的山川流息，为我像一场倾盆的雨，淋到了你我真的自己相信是你是你种下满是勇气的力，把笔锋上的黄气抹去。好小啊，喜欢年纪小一点。男朋友会一会儿上镜吗？男朋友可能吧，可能。好久没听你讲故事了。讲故事可以啊，我讲故事，我讲我和我男朋友的故事，我讲我和我男朋友的故事，好吧？放个背景音乐。哎呀，突然给我就不要虚构的故事，对的，我跟我男朋友认识应该是很多年前吧，也是粉丝，他其实算是粉丝。好像就曾经我在直播的时候，他就关注我了。这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俩都不记得，但是他很多年前就认识我了，好像是他身边朋友还是他前男友比较就是先认识我的。然后后来我后来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我就看我那个就是好友添加列表里边就其实我男朋友其实他大概在21年的时候，我那一年还在那个还没拍，好像没拍芝麻呢，然后他就加我要买鞋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带货在卖鞋子，就是在直播上卖鞋子。我就看他备注的是图图你好，想买鞋子，就大概看到了一个这么的一个加微信的一个请求的一个记录。再后来其实我来深圳，我来演出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在现场，因为那个时候不认识，直到很多年后，就是去年我才就是别人给我发那个视频里边，我在那边在后场，然后我男友就也在镜头里边，我俩就离得非常近还。再后来真正的就是相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好友，当时我跟他的那个好友可能在暧昧或者说在互相了解的过程当中，但是跟那个好友其实就没发生什么。但是呢那个就是好像是就那个时候也没太多印象，反正就是有一个共同好友。再后来呢，就是知道他是在医院里上班，
然后给他那个好朋友，也就是当时我在接触的那个人，找过医生，就是因为我那个就是我俩共同的那个好友，他当时他要看牙齿，因为他牙好像有点不太好，然后他正好是医院的，然后就给他就是找了个就是大夫，因为他们医院都是有共同的那个朋友嘛，就是找关系就属于。然后他发了一张朋友圈，我就看到就是我俩共同的那个好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俩有一个共同好友。再后来是我认识另外一个 dating 的对象，就是那个是叫小杨，我们在一起一个月半。当时呢，就是我在跟小杨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就想着说两个人要体检一下，就是怕对方可能有点那个性病，或者说就是那个艾滋啊之类的，就当时就觉得说为了彼此负责任，就要去体检。然后因为我几乎没怎么体检过，我也不懂体检应该怎么体检，但是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那个叫小杨的，然后他说完第二天我就想完成就是小杨的这个要求，但是我又不懂啊，然后我就想起来好像微信里边有一个人他是医院的，结果我就跟他打招呼，我就说那个我说我想去体检，我应该去哪儿体检，怎么去体检，然后在网上团购行不行？他说你就来我们旁边的医院，因为我对象是耳鼻喉医院的行政，正好他们医院旁边还会有一个叫龙华区第3医院，他就给我就是因为他不在这个第3医院，所以他又托了这个第3医院的也是一个小 gay，就是带着我去体检，就很快。然后从这以后呢，我就挺感激他的，因为这个事儿办的，因为我就觉得医院非常的复杂。然后就因为托他，然后我就这个事儿办得很顺利，然后我就说那我请他吃个饭吧，结果就请他吃了个烤鸭，就请那个就是我男朋友吃了个烤鸭，就为了谢谢他嘛。再后来因为之前我其实对我男朋友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就是我每次来酒吧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会来。他长得其实我男朋友我觉得他的长相其实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脑袋很圆，他的脑型是我觉得非常好看的脑型，就是广东人可能脑型都好看啊。然后每次进酒吧我其实都能看到这么个脑型，因为我的脑型不太好看，可能我就留意这个。后来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在深圳认了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好朋友，就是就是类似于闺蜜的一个人，然后他就非常喜欢我男朋友，当时还不是我男朋友，他就说他非常喜欢这个人，我说哪个人，然后他就给我指，我说这个人我认识，我说那我帮你要微信吧，结果我就帮他要微信，然后他俩就加了个微信。后来其实我就知道他就是我知道我男朋友当时是有男朋友，他跟他前任在一起嘛，然后我其实就是有在聊天，但是没有往那方面想，再加上我现在男朋友其实可能身材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他可能就是有一个点吸引我，就是他脑型，或者说他侧脸好看，或者说是他的个性比较内向，我喜欢内向的小孩，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当时就是莫名其妙的我就无意当中总会关注到他。后来我的这个闺蜜吧，就属于我这个闺蜜，然后就追他，然后也没成功，就是约他出去也没成功。再后来他就来我酒吧的时候，我有时候喝多了，我就会让他跟我一起喝酒之类的，然后就聊起他跟他前任的故事。
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跟他前任一直都是异地恋，然后他前任也一直来不了深圳，所以他在犹豫，就是说要不要分手之类的。然后我当时也没什么感觉，我现在记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聊骚了，你知道吗？就是开始就是有一搭没搭，因为我觉得他很胆怯呀，或者是就那种很好欺负的那种，所以我就没事跟他聊骚。我说哎，给不给那个给不给擦，然后就是说怎么样，然后就一直他也没有就是说同意啊，也没有就是他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反正就是他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不轻浮其实也加分。直到后来我觉得真正的关系好了，就是关系近了，其实就是就来我酒吧，然后好像有一天我喝多了吧，然后就是说那个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我等会儿去你家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就是他就真的让我去他家了，然后俩人啥也没发生。但是再后来就是有过一次接触之后，后来她跟她男朋友就是她就跟我说她跟她前任分手了，我说哦，然后从此以后我就会跟她就在酒吧会牵起她的手啊，因为她已经分开了嘛，那我就牵她手了。再后来有一次好像是我有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加好朋友是我们酒吧的人，然后他当时就说哎他有个菜之类的，然后他就在那喝酒，然后我看我对象就坐在那儿，当时还不是我对象呢，但是我看我对象居然坐在他那儿，因为我还知道我那个客户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把我对象就是拉走了，我说这是我的，我就把他拉走了，然后那个客户还跟我生气了。再后来就是分手了，然后我总喝多，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来接我下班，他在龙岗，我在罗湖，反正就大概来回车程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他也来接我，然后就去他家住，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最终确定关系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然后我就喝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父母也在，我就是也来深圳了，所以我就不愿意回家，然后我就喝醉的情况下，然后我就去他住的地方了，然后全程我还在直播，然后我就在那吐，然后就是他就照顾我的时候，然后就直播的时候，就因为喝多了嘛，然后我就开黄腔嘛，然后我就说你给我口水喝，就是反正就是我俩在就是喝多，就是我在喝多的情况下，我会有点就是有点 S， 反正就直播出去了，很多朋友都看那个直播了，然后但是那个直播没有拍到我俩，因为那个喝多了嘛，然后手机就直接扣在那儿了，我也就是大家听到的只是声音，反正当时我就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就是第二天醒来以后，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当天晚上没有画面，只有声音，然后直播间里有500-600人，然后说什么那个就说那个我让他给我那个口水喝口嘛，然后我知道以后我就觉得挺不好的，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影响不好，我就挺愧疚的。后来我一想整个的事儿，然后他也不生气，然后我又觉得挺愧疚，然后我就说索性我那个时候也分开，我跟前任分开了将近3-4个月了吧，大概3-4个月了，我说那实在不行就一是觉得他确实特别好，第二点我也觉得
不能就是想给人家一个身份，或者说就是想让他不那么受伤吧，因为我觉得就直播这个事儿直播出去，就感觉好像对人家挺侮辱的吧，然后你到最后你还没跟人在一起，后来我就决定就是我觉得要负责任嘛，然后就决定就在一起了嘛，那个时候是2月1号嘛，2月1号就决定跟他在一起了，对，人家特别好还要分开，反正就这么的，我俩就在一起了呗，小帅哥，对，我觉得他算是挺喜欢我的，挺喜欢我的。然后其实我俩在一起现在4个月了嘛，2月份到现在4个月，我俩几乎没吵过架。现在唯独的问题就是我俩的那方面生活可能就是少了点就是因为我可能总喝酒，再有呢我俩的生活是颠倒的，比如说白天我一般都是在睡觉，晚上他在睡觉，所以就是精力就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也有的时候喝多了，或者说就可能白天耐不住了，然后我就那个打个 plan， 对，就打个 plan， 打一个那个就是 plan， 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会可能就不想再发生之类的，对对，谁主动？我俩都不太主动，我是情感不主动，他是性格不主动，就是其实我们家就是我管大事儿，他呢就是管那个就是管生活，但是比如说就是我俩就是互相尊重吧，就比如说今天我要去哪儿吃东西啊，然后我会跟他说，他要跟着我就跟着，不跟着我他就自己吃。但是我俩现在是同居的一个状态，就是对，就同居的状态。然后我家里也是知道他的存在的，就这样。对，还在一起啊，就一直在一起啊。就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变成就是我跟他在一起非常轻松，他也不会强迫我做什么，他唯独强迫我的就是晚上的时候他要贴着我也很热，他就要贴，我就说不行，太热了，太热了，就是尤其是在外边走了一圈，然后连澡都不想洗，然后他这个时候靠过来，一方面我是会觉得出汗了，自己身上也有味儿，第二点呢我又不想去洗，第三点呢就是确实是热，对，冬天可以贴吗？可以贴，就是你一进房子里的时候，你哪怕空调开的再强，你也不喜欢贴，就是热，下次打麻将我和他玩，打麻将什么我和他玩，叫上他我和他玩，他不会打麻将啊。我是 S 吗？对，我算是 S，我算是 S， 但是我也没有那个特别 S， 我也不打人，我顶多呢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就是父子的那种情节，对，就是父子的那种情节，就是父子称呼的那种我可能有一个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会喜欢，对，就是视觉上可能稍微就是稍微就强烈一点，对，对象是00后，他是00年的，对，他是00年的，你咋没课什么？什么？你咋没课？我也是老粉了，他之前网名叫啥？他没有进那个粉丝群，所以说你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他其实在就是傲娇熊的时候，他就反正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截图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他当时看的视频还是什么视频，反正他就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关注我的，反正他其实自己也没有太多印象了。对，老牛吃嫩草，对，我喜欢吃嫩草，我就喜欢吃嫩草，对，对，我就属于喜欢吃嫩草的，对。是熊吗？是熊，是小熊吧，小熊。但是他最近在减肥，对，他最近在减肥，所以我觉得还是狒狒会比较喜欢一点，所以我在要求他减肥。没有抖音，没有抖音，我是东北人，是的，是的，我是东北人，是个可爱熊，不，对他的个性比较内向，对，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我跟他现在状态，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欺负他，都觉得我在欺负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出去，比如说我有应酬的话，我就不陪他嘛，所以我经常就是会有应酬，然后我也不管他。比如说，他来酒吧的话，他有的时候他要喝酒的话，我会不让他喝，我会不让他喝酒，因为我觉得他年纪还小，然后我觉得就是也没必要喝那个酒，就是我自己喝就行了。有的时候他会就是想帮我挡酒，我说不用，我说你要是不在这儿的话，我还能讨个酒，你要在这儿的话，人就会，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会，就是会强让他喝酒之类的，所以我的思想里边就觉得他是个小朋友吧，对，觉得他很小朋友，谁追的谁，严格意义上我觉得是我先勾搭的他吧，就是当时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说我其实一开始没打算跟他怎么着，因为他当时有男朋友，然后再一点呢就是我有时候爱聊骚，就聊小孩，但是其实就没想就是谈恋爱，因为那个时候也刚分手，你知道吗？就是我10月份分的手，2月份跟他就是那个就是喝多了，然后在他家可能就怎么着，然后我就觉得说还挺突然的，挺突然的。有对象照片没有？等会儿他下班了，应该等会儿你们应该能看见他，对，等会儿你们应该能看见。我现在在等他下班，他喜欢应该比喜欢我多一点。我现在比如说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现在就是我看抖音的话，我也会有我喜欢的类型，包括我也会对就是那些好看的人会有好感，但我没觉得那属于我，但我觉得我男朋友属于我，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让我主动跟他分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他比较好，而且你们就像你们说的，23岁在医院工作，我就觉得，因为我身边有太多小孩了，比如说我身边的员工也好，我身边有一批就是00后的员工，或者说就是甚至稍微大一点的员工，他们可能干2月他们就不干了。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我觉得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不用心上班，然后对很多事情就是不珍惜啊，就怎么样的，我都会觉得这样的小孩做任何事情都没有长性，感情也是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我男朋友，你看23岁，然后在医院工作也非常辛苦，赚的也非常少，
但是他能坚持，我觉得这一点就说明他稳定。一个稳定的人在感情里的一个状态，他情绪稳定，这个感情其实也稳定。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就反映出很多的细节了。就是男朋友其实你们就应该找这样的，就应该找这样的，他带你见4个月带着见父母啊？4个月要带着见父母吗？没有，没见过，但是他见过我爸。我爸在生前的时候，前两三个月前，那个时候我爸还活着，然后就是我带着他去爬山，因为我住的地方山，就是小区里边有个山，梧桐山，然后那个我带着他爬山，那个时候我俩刚在一起，我带着他爬山，然后我爸也从山上下来，然后就迎面就碰见了。而且我这个人就是谈恋爱的话，我家里人都知道嘛，然后我就跟我爸，我碰到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那就是那个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我就给他介绍，我说爸，这是那个小大夫，我爸就知道是他。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爸也不知道，就是我爸其实虽然说接受，但是他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他是接受这个事儿，但是他没有那么接受。所以但是我爸那天就是看到小大夫的时候，还主动跟他握手，然后还在那笑。对，就是这可能包括我妈包括我姐都知道他的存在。最长的一段就是这个4个多月最长的。最长的就是这个感情。本化妆是你笑死了，为什么要笑死？就真的是最长的一个。那怎么办呢？确实是啊。对，我跟鹏处了3个月。我跟鹏是5月20号，5月20号还是6月18号，反正处到9月30号，应该6月18号，应该严格意义上来算的话，6月18号吧，618我记得是，好像是618到9月30号，就是不到4个月。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什么记得呢？因为5月20号我跟那个鹏，就算是我俩第一次有一个实质接触，就是5月20号我们酒吧做活动，然后就是算是跨出第一步，但是那个时候没确定在一起。618的时候好像就是我就把他搞到手了，就这么的。然后去年的9月末的时候，也不是9月30号，反正那个时候就决定分手了。对，618。对，那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就是我觉得都可以说的。对，对，都可以说，就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对，我觉得你看我现在有时候跟大鹏还是会聊天，因为大鹏可能对这个感情他一直都觉得说就挺不开心的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就跟别人说起我的时候，可能就会回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会我就会跟大鹏解释一下之类的。对，我是我都没谈过恋爱，是吧？对，所以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所有的感情我都可以说，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包括有些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就是
那些就暂时不说。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任何的感情我都可以就是坦坦荡荡去面对，没有什么不能去面对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感情，按照我的个性的话，我其实现在的个性就是非常理性，所以每个处理的结果，我觉得都是我深思熟虑的，所以我就敢去面对，不是一时冲动，或者说就是很就是对，我觉得你不是在谈恋爱，你一直在图新鲜感。啥呀？谁呀？吃饭去吧。进来暖和一会儿。咋穿一身黑呀？早上开会。早上开会穿一身黑。对呀、书记再穿正经点。热不热？热，你都啥时候的水？放了一天了。那算了，喝一下口水，这有病。喝杯香酒。别想拿。有人说我那个一直在什么图新鲜感，其实不是，你的理解是这样，因为你的生活可能跟我的生活不太一样，所以我对别人的评价就是说，我对别人的劝告就是别以自己的认知去评价别人，对，就是千万别，就是因为你的，比如说你的资产，或者说你接触的人，或者说你的事业、你的行业接触的人，其实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说，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你认为的，就是一定是对的啊。你只能做到，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我是在，就是做的不好的话，你可以远离我，但是你不能去评价我，因为你评价的，就是不够权威，能懂不？就我现在我讨厌一个人，我就是会直接我就会离开他，或者说我去就是离开。我现在没有，我不会告诉别人说我讨厌你，然后我怎么的，我就直接离开。对。可以看看图图男朋友，你们问问他，他愿不愿意？他不愿意。看我干啥呀？他不愿意。就是给你们看。啊，这转得了吗？转不了，可以。这看一下侧脸，正脸不好看，看侧脸。别看了，别看了。凉快了，咱就过去。我吃完了。你吃啥了？吃的那个盒饭。口香糖。这个水没放几天。谁背后不被说，谁背后不说人。但我觉得你挺蠢的，你当着面说。我觉得你这种人是挺蠢的。
你可以对一个人有评价，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你的评价。那个小什么小五阿哥什么小五哥啊，小五哥，这我觉得你挺蠢的啊。就你在评论别人生活的时候，你得看看自己就是生活什么阶层。对，这个阶层其实真的不一样。你比如说娱乐圈和现实的老百姓其实也不一样啊，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啊。包括比如说你做直播的和那个就是机关单位的，它其实都不一样啊。每个人接触的生活，包括你看到的东西，对事物的理解都不一样。00后现在多少岁？你个人观点，你可以收起你的个人观点啊！你要是说出来你的个人观点，你就容易被说，能懂吗？你可以有个人观点，你不说出来，没有人会攻击你，或者说没有人反驳你。但是你一旦说出来，你也要什么不要介意。就是有一种评论啊，就经常会在别人的抖音下面评论啊，你知道，有一种评论经常会在那个抖音下面评论，就是说那个什么，我觉得怎么地啊，不喜勿喷。你都说出来了，完了不许别人喷你。而且还有一种人，就是在人家粉丝底下评论，就是说那个什么什么，我就不喜欢华晨宇啊，他那个唱歌跟那个做法似的。然后华晨宇的粉丝勿喷，你这不脑子有病吗？对不对？这不脑子有病吗？对，我对无恶意，然后勿喷，你说出来你就容易被喷了。所以你看我我现在我也不敢评论别人，你知道吗？对啊，我觉得华晨宇很好啊，就是你接受不了华晨宇，那只能说明你不喜欢他，但是你没有必要就是说跟大家炫耀说我不喜欢华晨宇啊，我就觉得他不好，没有人接受你这个什么东西啊，特别是喜欢他的人。那我都是跟华晨宇粉丝互骂呢，那你就是自寻烦恼。你比如说，我个人我是非常不喜欢，就是那个叫啥来着？那个明星。我是非常不喜欢那个周一围的，对，我非常不喜欢周一围，他比黄晓明还让我觉得油腻，但是我不会在周一围啊，我不会在周一围的评论区说我不喜欢你啊，我不会说这种话，因为你这不招人讨厌吗？而且人家你说这个话，别人肯定会攻击你。我不喜欢他，就直接不去看他，我不招惹他，不去看他，远离他，甚至有他的频道，有他的这个抖音，我直接点不感兴趣。但是我不能去人评论区里去攻击别人，对吧？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对吧？就你讨厌你可以，但是我就觉得没必要就当别人面啊，因为总会有人喜欢他啊。对啊，我们可以就是在评论区里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的歌，我喜欢你的作品，但是你要是在那块就是嘴贱说我就不喜欢你啊，不喜勿喷，
我说实话，怎么了？就脑子有问题，你就欠踢，我就觉得你是。饿不饿呀？刚喝完水还不饿。刚喝完水和饿不饿有什么关系啊？喝饱了呀，等一下嘛。来吹一会儿。我不光近视，我还散光。我近视、散光加弱视。你对象好像大壮，大壮是谁啊？唱歌的那个老赖吗？男朋友是广东人，是的。他是河源人。也是深圳的，不认识。河源的水多。哎，7点了都。昨天我点了一份那个干锅鸡，不是干锅鸡，鸡包。然后我还买了2箱山竹。昨晚买的。昨天晚上买的，今天就到了，很神奇。你京东买了没？没有。那么快？是在抖音上买的。这么快？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我们在一起4个月了。你打败了所有人。哪里有打败所有人？真的呀。你之前不是也有？还有啥？比较半年的呀？没有半年的。谁跟我不是有个1年的吗？1年的是异国异地恋。总共见面。你意思就是说，就是住在一起在一起的是吧？我们总共见面8次，然后每次3天，总共在一起的时间20多天。还会有其他的，就是还会有没住在一起，但是见面的，就大概总共加起来30天，那个就是持续了1年多，2年多，2年多，我见过8、9次，然后30多天吧，那确实是，那我们是住在一块儿的，那都见不着啊。那也是我最久的呀。对啊，你最久啊？不是，也是我谈的最久的，就是见面次数最多的。那以后因为我之前谈的也是。吧。行，我回家了。现在太勤了，没啥感觉了。我今天都记错了，我以为今天是那个周六。我以为今天是过生日。过什么生日？朋友过生日啊。那什么时候过生日？明天。你最近有在减肥吗？有啊。
跳了几天了？跑了3天，加上上次还有一次，然后加上昨天。行。我在想，要不去我们那个，就是家里楼下不是那个健身房吗？办个月卡也行，去那里练。就你拉倒吧，你一天你就晚上下班回来呀、屁嘞，你才不会去练。你又知道，那我晚上下班回来不就去练？你就在家练呗。我告诉你，就是以一个比你大8、9岁的人过来人的经验，我建议你办。在家跳操吗？跳呗，你知道，本身你就是减肥，你又不练肌肉，那我可以跑有氧呀。在家你就跳绳呗，阳台你就跳呗。减肥那个有氧是那个跳绳和开合跳是最厉害的。加上你也动，你也跳起来，我可以跳啊。你也减肥。一起动起来。路上，你坐地铁回来的？路上不堵吗？有一点，坐地铁我也看不到堵不堵啊。但我刚刚就是导了一下，就是怎么到这儿来哪个近，我粗略的看一下，轻微的堵。困了。为您推荐附近美食。下雨吗？深圳没下。你要跟他们聊天儿。跟他们聊天你就不困了。我困。走，你想吃啥呀？我一个人随便吃的。随便吃，回家叫外卖啊。也行。那我一个人确实是不知道吃什么，我一个人就可以随便吃嘛。吃外卖吗？让你去吃吧，我等你。那我还不如回家吃外卖呢。那你不饿吗？现在还不饿。啊，我的小路虎，是路虎吧？不是啊，我这啥眼睛？眼镜呢？这车型也不是路虎啊。怎么可能不是啊？看到那个黑黑的，这是那个英文那个什么 A 什么的那个。爱安呐？我不认识，就那个三角形那种。爱安嘛。历史，看一下，你这眼睛真够好使。就是那个 AILON。我今天还去测了一下我的度数，它加深了，我感觉。去验了个光，他说下次等我眼睛不那么疲劳了，再测一次。下午去测的时候眼睛太累了。你过2天帮我妈约一个体检呗。可
可以啊。去哪儿检？去3院？想要检哪种？全面检查吗？去3院也可以啊，也可以去，也可以去中心医院。中心医院，你妈妈从惠州过来近一点。可以啊，我顺便也检查一下，我今年没检查。可以啊。你的应该可以直接，大部分应该能刷社保，你妈妈的应该要自费。那边你有认识人啊？有啊，我叔在那边。你叔啊？你爸爸的也不算是，是我爸爸，我表叔？也不是，就是我爸爸我叔的朋友，就他们之前是从那家医院分出来的，就相当于他是留在了那儿，然后呢，我叔他现在到了跟我一起一个医院。你们是医院就是那个医生世家吗？那也不是。通过喝中药能把同性恋治好吗？不能。这字儿太小了，我戴着眼镜都有点看不清。能致死。困。你真不吃啊？吃啊。去哪儿吃啊？吃啥呀？你吃不吃？你要是不想吃，我就回去要外卖了。你一个人。你就在这吃呗，我陪你。我不吃。回去要外卖吧。再等15分钟吗？先叫。看看我男朋友，他就在旁边，你们问他给不给你们看，不要问我。给看。给看。给看。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是个小胖子。因为我是单身，我啥时候单身了？我单身过吗？咱们无缝连接的都是。是兔子开车吗？你说呢？下个星期考科一去。你约好了吗？他现在统一约嘛，那么就只能什么统一约？就是他们是跟驾校一块儿去。对啊，那你得约啊。
你得让驾校跟你约啊。他们是9号，今天去了一批，他说下个星期的还没出来。我说你们到时候约的时候通知我一下。6号。下周一啊？下星期，还没确定是周几去，应该也是下周5。那你想着点。你能考上90分的吗？啊？唉，困了。累。你躺一会儿啊。开起来。跳个舞吧。一会儿。你要把糖吐了吗？吐这里面吗？
从这个时候看上去。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我的梦里，我的情和歌声里。这点也不知道堵不堵。看一下，妈呀，今天周五我得上班去。媳妇儿，你说我要给你找了个，不太找了什么？我给你找了个帽子怎么办？真的啊？没有啊。我说我要给你找了个帽子，你会怎么办？找个绿色的吗？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我能怎么办？这是精神上的问题啊，身体上可以，精神身体上那也不行。就是比如说我要就是找了个就是说你精神上是完完全全的就已经就包括身体上的也已经是出了的。那虽然说两个都不行，两个都不行，那一定要出一个，你觉得你会优先出哪个？就是你觉得出哪个你还能接受，另外一个都不能接受。那如果你不接受，你应该怎么处理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帽子，这是底线问题，这是不是？你就说你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分手？那不然呢？这是你触碰到了底线的问题，一个原则性问题。不是吗？好吧，那你能接受啊？我能接受啊。你去外边给我骗钱，我花。我是理解不了那些能接受的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啊，我是更理解不了那些开放性关系是怎么想的。那你理解不了，那你能接受吗？我理解不了，我还怎么接受啊？那你这样的思想的话，那大多数人都不接受同性恋，那你什么感受？
他们不接受，那我也不能左右他们的思想。对啊，是啊，说明你这个人不宽厚，不大还对吧？哦，你出去约，你给我去找帽子，我得宽厚，我得大度。你应该放宽心看这个世界，对不对？你这说明你狭隘，你的世界观没有打开。你在 PUA 我？这么明显吗？就是我最近做了一个错事儿，什么错事？就是关于我那个妹妹的事儿。然后呢？你应该知道啊，我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就不应该告诉二姐。我就为了，确实我也是气到了，我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二姐说的那种人，把别人牵扯进来了。现在是情况又变化了？没有变化呀，但是这两天那个就是可能因为二姐的加入，那个定金给我返了，但是还得1个月。但是好像就因为我跟二姐说完了，二姐可能就跟那个妹妹说了，结果这个事儿的第二天，也就是前天，有一天我不去惠州了吗？惠州的那个就直接让我去办手续，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到账。这不会是他自己掏的？不可能是那个售楼处签的合同。其实我对妹妹不亏欠，我也觉得没什么，因为妹妹这个人就不太地道，所以我也无所谓。但我觉得涉及到那俩人了，那俩人是指的二哥和妹妹啊？那俩人指的是二哥。不是啊，那俩一个是那个就那个爱生气的那个哥，还有一个是我妹妹给人家那个口的那个。好，昨天我特意请他们吃了饭，顺着那个李晨他们，我就跟他们坦白了，但是那个爱生气的那个哥我没跟他说，但我觉得也没必要，反正他现在也不搭理我。值得我去珍惜。也许一场戏在这，堵不堵啊？不堵我就开车走了。一点点躲，看。走。我们好不容易，我们身不由己。怎么了？你怀疑我给你戴绿帽子啊？最近有怀疑吗？咱俩可以聊聊，交心呢。你有戴吗？你都问出来了。不是你怀不怀疑啊？也没有怀疑吧。那我感觉我说的时候你有所怀疑啊。就你为什么会突然问这样？所以说才会值得怀疑。你觉得我会吗？不，我觉得我应该
我应该就是换一个语气。哦，那你可能是你，那你重新问一遍。你觉得我会给你戴绿帽子吗？这样就肯定会是吧？你这是，对你这个就已经是做事就很心虚，你知道吧？但是如果说我再换一个语气，你觉得我会给你戴绿帽子啊？这就不会。这个不是你这个语气，你是在反问我。对啊，这也对啊，就是你要突然提起这个话题，不应该是用反问的语气啊。那你通过我这2个语气，你评价一下我有没有给你戴绿帽子？还在考试，好像在那个就是外国人听那个就是普通话，然后什么，他到底美没美？戴绿帽子了吗？你这是在问我给你戴绿帽子的语对气，戴了吗？这样你觉得我给没给你戴绿帽子？最近一段时间咱俩那方面正戴了绿帽子的范围怎么算？就是出轨啊，精神出轨、肉体出轨，就这2个。对啊，你有吗？你觉得呢？我在问你呢，我在问你，我先问的你，你只是问我觉得呢，那我问你，你有吗？不是你觉得呢？就是我觉得你没有。怎么？你是要告诉我你这个笑容是觉得你有是吗？开始录像。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他们说你沉默了，默认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从此没有我。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做什么事儿都可以承认，我从来不去隐瞒否认一些东西，能懂不？嗯，就是我做了的这个事儿吧，我会通知你。他说，然后他们说你跟我不和谐，对然后呢，你就很容易就会，是的，那就是现在是有意向是吗？没有。我不喜欢搞这种事儿，我都是一个，就比如说我要是有意向了，我不用找那个备胎，就是我直接就分，就是我的备胎都是就是我不用找备胎，我现来就行。就是哎呀，咱们就是等我的人太多了，对，就我不会搞那种就是先上船再补票的那种事儿，我直接就是现买现上啊。那你跟我说说和谐，你还有哪些方面就是需要？等一下，那个减肥就好了。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是减肥。这么危险的聊天方式。我们一向如此。没有啊，就也有很多会提升兴趣的东西啊。但愿还会有兴趣。就是没兴趣了呗。没有，我说，如果说这么聊天的话，慢慢就变成恨了。这。昨天那个
昨天有一个人跟我去玩密室，然后结果他有一个男朋友，你还见过呢？谁啊？有一次咱们在上坡吃饭，然后我说那个阿凯的男朋友就像个直男似的，就那个小男朋友，然后昨天就要跟阿凯分手。为什么？说那个你们根本就没玩密室，你们去喝酒了。玩密室怎么会这么久，而且不拿电话？就是密室怎么拿电话呀？神经病！就是我觉得就是找啥分手，你知道吗？这就是啊，就说啥跟阿凯分手，就分了，昨晚就这么分了。不知道。现在阿凯也没回复，反正昨天就一直在路上，我送阿凯的时候，阿凯就说：“你看这是油然而不进。”我说：“哎呀妈，你就是不行！你看我对象，我出去连生都不敢吱，这是男人呢，我告诉你一定要有地位，我告诉你。”然后昨天我不是让你睡觉吗？李晨就说8点就让人睡。那我是不是得像他们那样得管管你？你管我干嘛？我这多自律啊，不出轨，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是这些是没有，但是你很晚回来。我很晚回来，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就是晚上。但是你可以早点回来。为什么早点回来啊？我的工作时间，难道我不上班吗？在你不上班的时候。什么不上班？你白天可以，就是你白天可以那个，就是说提前回来吗？不可以吧？因为白天就是你的上班时间，你晚上可以不睡觉陪我聊天吗？不可以，晚上是你的休息时间，能懂吗？我的白天就是我的睡觉时间，我的晚上就是我的休息时间，就是我的那个上班时间，能懂不？没有在 PUA 你吧？你觉得呢？你不要，就是说觉得说我12点就得睡觉，那我12点睡觉，那就等于我白天我在睡觉，晚上我在睡觉，那你觉得正常吗？这种？恋爱脑。你没掏手机壳啊？手机壳昨天吃那个鸡包油渗进去。啊。反正你晚上我也不知道。晚上知道啥呀？你就笨心思，我晚上跟别人出轨去，晚上人家不睡觉吗？你要说我出轨的时间是9点到12点左右还行，我一般出去也是后半夜。你觉得谁出轨能跟我在这个时间段？人第2天不上班。也有不上班的呀。不上班那叫鸡。这个点不，对不对？我是开酒吧的，你知道吧？我那个点我去跟别人出轨去，那就是我去找鸡。想起你还在这里。出轨还分时候啊？放屁！你们出轨不需要精力的，不需要体力吗？你以为我还是20多岁那个年轻小伙子，血气方刚的，就是现在他妈在家啥也不愿意干，我告诉你。所以说不和谐。不是每天都要飞的吗？谁啊？对啊，我每天都要飞的。他每天，我白天睡醒了，我没事干。你白天睡醒了没事干，你去把阳台的花浇一下，它都死了。阳台的花我真浇了，它就是不活，那没办法。那你就再把家里的地拖一下，
这不都是事儿吗？你但该晚上干的事儿你不干，非得晚上我在上班，我不能搞个人的事儿。晚上你没上班之前，那不行，那上班的时候多累啊，搞这种事儿。这，那你就上班回来后，那你不在睡觉吗？我能把你豁了醒吗？我回来都6点了。那我就醒，那我好几次我都想把你豁了醒，我豁了不起来。你哪有活路啊？拉倒吧！我每次我晚上的时候在那块弄你，然后你就在那块，就是咱也不知道是感觉到了还是没感觉到，然后反正就是在那睡。我是没感觉到你弄我。对啊，你弄我什么了？我就这亲你啊，没事就摸你啊，你感觉不到啊？你咋摸的？我是真没感觉到，可能是你摸的太轻了。我给你2帖子，下次给我醒，真的是天亮了。没完捏你摇也行啊，你我摇你睡你在那睡到4点多，我回来了，完了我把你摇醒，你这不神经病吗？你第2天6点你要上班，上班呗。哎呦我的天，这真的是如狼似虎。你自己你不行，你get 不到我的点，完了你还赖我。哎，今天不堵哎，今天中午居然这么不堵。错过了多少良宵，是不是？我没感觉到，反正就是没有。你要说没有就没有，都是我的错。那你说你是咋就？你在亲我哪儿啊？我亲你哪儿？你想让我亲你哪儿？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我妈没事看直播，你别跟我胡说。那刚刚聊的也很危险啊。刚才聊的还好啊。有一次我回家，完了那个就我家里就我妈他们不是北方过来的嘛，就不开空调，完了我寻思这不开空调我开，他们又嫌那个那啥，就是吹空调他们会咳嗽。你说我脱个上衣，结果一脱上衣，我一开始我没觉得什么，后来我一去卫生间，我看您给我作的那个大红印子，我觉得好丢人啊。他们是看见了吗？肯定看见了呀。那你们开空调的时候可以再放个加湿器啊，因为干呀，所以才会咳嗽啊。不是，就是冷空气，他们就是受不了。但是现在受得了了，因为每天不开空调，他们睡不着。那么热你？对啊，适应了。就像我一开始来深圳的时候，我也受不了。慢慢就适应了气候嘛。为啥接我啊？动画中。今天真的一点儿都不堵，没有我下午过来的时候堵。这条道也不堵，不是这条道通盐田，所以说经常会堵。每次也不是这条道，有红绿灯的地方才堵。爹系男友。对。今晚去哪？今晚回家呀，不去哪？
对，这事儿真不赖我，就每次我想那啥的时候，你都在睡觉，白天的时候我不想。那我也没看你就是有那我应该怎么样？黏着我在那块骚吗？是怎么了？不是啊，也不是说你让你，就是你我在那块叫，就是神经病。发春在那叫是吗？对你也没有，就是说你，反正我是没感觉到你，就是你，我怎么能让你感觉到？不是你听我直接说完。说吗？神经病！3、4点钟，我告诉你，你平时是11点多你就困得都不行了，对不对？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么回事？我11点多的时候，我基本上刚进屋，对不对？对啊正常我3、4点钟我睡不着觉我才想。对啊，你要就直接说呀。我怎么说？我把你豁了醒，然后说你去，你就说我，你就也不是这么说，你就说你想，想吊凉，想踢这些就好了呀，你这么直接。那怎么可能呢？那你大半夜的你不睡觉，然后那个你第二天你上班怎么办呢？而且你那个时候着凉的话，那就等于你不可能着完凉以后，然后又能睡吧？你就等于6点，如果说那个就4点着凉，5点基本上结束了，那你5点到7点这段时间你睡不睡？睡啊，你肯定睡不着。我睡得着，你睡不着，我睡得着，不可能。我大雨。他不会的，他今晚要上班。今晚明晚估计他都不会的。对，周日应该也不会，因为在宿醉。下次你宿醉的时候，我自己来。测速照相限速每小时60公里。没完，你半夜哭噜我起来，如果说我那天是早睡了，然后起来不困，我就可以啊。你有没有？妈，不知道你们领着多麻烦，还得清醒，还得刷牙，还得洗澡，还得灌。整个的一套流程下来半个小时，可能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在那儿等，一开始还有点欲望，后来没了，半个小时没了，是这种感觉。想的人他就是会就想。那我是有多骚啊！我天天就想这个事儿。也没说你天天想这事儿啊，就是你在特定的时间那段，那没有，我没有那种就特别夸张的那种，那个就是发情期，我没有。就我觉得 OK， 要是不行的话，就是第二天我自己来。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就是不想麻烦你，我就觉得有些事儿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什么感受？我什么感受？我这都不在家，你就自己解决呗，对不对？那肯定不一样啊。那有对象，然后还要自己解决，那才说明两个人独立。定个闹钟卡着点等你回来。主打就是有对象但不用，说的就是你。就是咱们省着点用，就是
就是怕多了就腻了，是吧？对。哎，这都是那个祝大家金牛座，金牛座就这样，省省。也不省啊。他说，主要就是各打各的。这人是不是有病？他一直在说你在车上摸他，看他有反应没有？这人不就是有话就是有病吗？这人真是。敢摸我？我告诉你，我本来开车我就费劲，还敢摸我，就是有生命安全危险。是你。快到了。我们住山上。你看，这前面就是山，看见没？不搞，他交作业不搞，老是不写作业，他老是不交作业。这点这么多横穿道的。没用，跟他撒娇了，然后他也不交。我说热，热。他好，就是我要贴着他，他都不肯，就一直热热热，这个根本就不热，不热他都热，可热了。本来就不热。我高考完了，可以按喇叭了啊。嗯，结束了。这。他交一次作业要多久？你交一次作业要多久？还1个月？你自己说吧。交一次作业多久？我俩一开始1、2个小时都没交完。现在不是他，现在很快。不，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每次交作业的时长要多久？1小时。每天都要画，每次都要花1个小时才能写完。
我手机。这个点儿充电还挺便宜。那大后脑勺。瓶子呢？在你车上。没事，下次。就是那个车的前盖上。前盖上。嗯。啊，你说那个保洁阿姨会给你收的。他这裤子贼大，贼宽。芝麻开门，福尔，门开了。芝麻开。劳保鞋，这不运动鞋吗？小男孩身上可臭可臭的，出汗出多了吗？我两张帖对比一下，他比我好看。有点。哎呀！我可爱吃山竹，我自己都没舍得开。那你。
好着呀。挺好。来吃山竹。哎呀，不好，这边不好，吃这边行。甜吗？嗯20多块钱一斤才。好甜，好甜。不吃了。那你中午吃了吗？中午吃了。那你晚上别吃了，减减肥吧，为了咱俩的那个生活。就算你什么时候瘦到你那张照片上就行。哎呀妈，那张照片差不了多少，它有角度问题。妈的！你家灯好暗啊！我家这是大豪宅，你要开那么多灯的话，电都费老了。我家跟那个大 S 家是一样的，一个月得花那个好几千电费。好他妈甜，棒棒。当我打开这个还是小果，那个大果我没打开。哎，我也不知道是大果小果。这是大果吧？那可能小果多，可能所以它才这个量是不是少？是不是？对。那这是大果。对啊，这个这么大一个。那箱跟我妈买，这箱咱俩就吃掉的了。也不留。你吃水果，你吃这些，你就得马上吃完，不然你下一次你不会吃了，然后你就放到它坏。西瓜你是吃了还是？它冻了几天了，不能吃了。所以说每次就，要么就不要买多。咱俩西瓜就买半个就行啊。那个只有一个的呀，当时，因为是叫的外卖呀。是你这个是坏的，是不是啊？它中间有坏的。坏的你就整个都不能吃，知道吗？啊，对啊。对啊。我看那坏的，我就觉得像屎，像个粑粑。很容易坏的这种水果，所以说你要马上去吃掉，冻也冻不了几天。这是坏的吗？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吃光。真的没几个？没有。这么少？这是我觉得水果里我最爱吃的水果，而且最好吃的水果。看你挺喜欢吃山竹的。就没有一个水果能跟山竹比。但是每年其实我吃的都不多，也可能是因为吃的不多，所以它才珍贵，吃不起啊。我往年那个抖音这个卖货没有这么疯狂嘛，所以都是单买都是80多一斤，好像是。现在抖音起来了，很多都扶贫嘛。
而且这种水果坏果很多。不好保存。